在提到沙特阿拉伯这个国家的时候，很多人首先联想的是什么？就是资源、石油，还有皇室、土豪，对吧？这次我用镜头带着你们去看一下真实的沙特阿拉伯是不是跟你们想象中一样的。差不多开了20-30分钟，我们就开到了沙特的农村。镜头里面的是沙特本地人啊，卖的水果都不怎么样，就是还没发育好的那种。但是我们就想照顾一下他的生意，让他觉得他的生活其实还是挺有意义的。无论是小孩还是他爸爸，你看他们脸上笑的就是很灿烂，就是一点都没有在抱怨自己的生活。我们这些衣食无忧的人真的少矫情，不敢开得太远，因为婆婆晚上还要请很多姑姑过来做客，所以我们要早点回去。到了一个小型的养殖基地，买点蔬菜回去。沙特在中东来说的话，它是最大的国家，它的空地和农村面积远远大于它的城市面积，那就意味着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其实他们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像这样的地方哪里有学校呢？根本就没有地方去学习和受教育。如果政府刚好开发到这个地方来了，那他们比较幸运，可能以后的生活或者下一代的生活都会得到改善。沙特的外劳其实挺便宜的，你看镜头里面这些人都是印度的，应该是一个月的工资就1000多人民币。所以重点是在这个国家请得起菲佣、请得起保姆的人不一定是土豪，普通人也可以。准备回家的时候，你看这些猴哦，就是它可以肆无忌惮的在外面就是乱窜。它这边爱爬的猴子真的实在是太多了，因为是斋月，所以在白天的时候出门的话会消耗我们的精力，因为我们是滴水不进的。我们到家以后呢，要火速去婆婆那边给婆婆请个安。听说婆婆今天邀请了所有的姑姑，所以我的很多姑子还有包括我今天都会跟婆婆一起去招呼客人。婆婆还特地跟我打招呼说，今天晚上可能有点晚，你不要那么早睡。这是沙特待客的基本礼仪。也就是说客人还在的情况下，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要陪着。去年的这个时候也是斋月，我都不是很懂，就是到点了，肉肉要睡觉，我就陪肉肉去睡觉去了，也没有说跟他们一起陪着客人。现在想想其实挺不礼貌的。我的婆婆和姑子们他们也习惯了，就是知道我到点了，就是10点钟要陪肉肉去睡觉了，特别感激他们对我的包容。今天来的这些姑姑们呢，包括他们的女儿，差不多人数有30人左右吧。我是一个中国人，出生在一个提倡计划生育的年代，像这么多的亲戚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有一天，我问我婆婆和大龙，肉肉到底有多少个表姐？这个时候，我婆婆就拿出她的手机，算了好久好久，就算了她娘家那边肉肉的表姐就有100多个。然后我就没有继续问大龙的爸爸这边的表姐有多少个，我还没有算表哥。沙特阿拉伯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他们喜欢亲上加亲。他们以前都是叫部落嘛，他们会在部落里面给自己的子女去找配偶。这个就有点像中国以前的古代了吧？这个时候又有很多人会操心的问，那他们优生优育怎么办？因为同样的问题我也问过我老公，他们在婚前会去做基因检测，如果合适才能在一起，如果不合适的话就没办法，各自重新再找人。这个客厅是我婆婆准备出来接待姑姑们的，因为这次只邀请了女眷，没有邀请男眷，所以只需要准备一个客厅。因为是斋月啊，所以所有的姑姑他们会在自己的家里各自和自己的家人吃完晚饭以后再来，所以我们这边只需要准备甜品和点心就可以了。甜品基本上都是婆婆自己做的。沙特阿拉伯人做甜品真的是没话说，就是把这个甜度降一半，对我来说就会更友好一点。出于尊重，我的镜头不会刻意的去拍当地的成年女性，你们将就看一下腿吧哈。从晚上10点到12点钟这2个小时的时间里面，都会陆陆续续有人来。这次来的只是近亲的姑姑们啊，后到的人要给前面已经来的人挨个的去打招呼、贴面礼。如果这个里面已经坐了50个人，你要这50个人每一个人都要亲到。换句话说，无论你是亲戚也好，还是朋友的话，如果是同性的话，见面就是要亲吻你的。关系一般的2下，关系好的3下、4下、5下、6下、7下都有。因为请的都是女孩子，所以所有的男性他们是不会进这栋房子的。大龙就自己安排自己，但是肉肉实在太困了，我就让他把肉肉接走，去我们的那个小房子里面，让肉肉先睡。婆婆的女儿们和我一起陪着婆婆守到最后一个客人差不多1点多钟离开的时候，我们最后才解散。要么就不答应，要答应就干到底，对吧？散会。一个记录沙特阿拉伯人真实生活的视频播放量到了4000多万，是因为够真实吗？那我今天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真实的沙特阿拉伯人的一些人情世故。我们去大龙哥哥家里之前，先去了一个小公园，那个地方的风景是我特别喜欢的。
因为是周末，所以当天的人会比往常要多一点点，但是跟中国比起来，真的也不算多到哪里去。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别墅，它是一个餐厅，之前在那边吃过早餐，风景真的很好。在那个公园里面，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待在里面什么都不干，就站在里面散散步，看一下树上掉下来的花，你都感觉很满足。因为去大龙哥哥家里做客，我穿了高跟鞋，没办法往里面走了啊。虽然是夏天，但是在阿帕是一点都不热的。所以大荣家里人他们都是有个规律，就是夏天他们会待在阿帕，冬天就会去基德那边。给你们看一下我怎么包头巾啊。我只是搭在上面，我怕把我的发型弄坏了，所以我就要把头巾按一下，要不然风一吹头巾就掉了。在 iPad 这边，我的头巾尽量在户外，我不会让它掉。iPad 这边比吉达那边更保守。我们现在就要去大龙哥哥家里了，因为我们差不多6点30多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进食进水，1分钟都不想迟到呀。你们正好顺便可以看一下沿街的沙特阿拉伯人，这块它是有很多人在这边步行的，其他的地方你是看不到沙特阿拉伯人在外面走路的，但是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你看周末的车和人相对就是比我之前拍的要多多了，是不是？很多粉丝留言想看一下街景，所以我这一次留的镜头比较多一点啊。我所有的镜头我都是没有滤镜和调色的啊。果然呢，这个颜色不同寻常，就是我们开了5分钟就想很好。这种气候在艾帕这边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停了以后呢，我们差不多也快到了。这就是大龙哥哥家里了，哥哥已经在门口等着了。Welcome, welcome. عمو Yes. عمو أحبك أحبك واحد. أحبك يا عمو أحبك. وأنا أحبك. عمو أحبك. 这个是男生进去的门，我们现在进女生的门。那个门进去了以后，你脱下黑袍就比较隐蔽，就是不会有人进进出出的。我每次只要看到沙特阿拉伯的男人拎着裙子走路，我就会笑场。我们应该是来的最早的，我们跟婆婆应该是前后脚到的，分头来的啊。看到这里，很多人就会说沙特阿拉伯人家里太费沙发了，的确是的。我们无论是去亲戚家里还是朋友家里做客的话，我跟我老公进门了以后，我们就是不会再见面了。我婆婆也到了，这个是婆婆。我婆婆今年差不多60多岁，可能在1-2年时间里面，她就能抱到重孙。我婆婆生的最小的女儿和她大儿子生的最大的女儿年龄差不多的，对，同样的年龄，但是辈分不一样。大龙的吴姐也到了，还有2个小肉丸子。我不知道有多少粉丝还记得我以前有一个视频是关于我是我沙特老公的第几个老婆，那个视频的浏览和点赞量都非常高，但是呢，有很大一部分人就凭借在视频里面出现了3个孩子，说我不是唯一的老婆，还有说我只是为了想秀房子。然后有一个最搞笑的人应该是一个男的吧，他用英文来跟我 battle， 就是讲沙特阿拉伯女人是多么的没地位啊，什么什么什么的。我当时还吃饱了撑了，我真的是还用英文回了他2次，结果我觉得这个人脑子是很激进的，应该是受过什么刺激吧。然后我用中文回复他，说你作为一个中国人，连你自己都不承认，连你自己都不承认你自己国家的语言，你有什么资格在我的评论区用英文跟我对话？这种人呢，跟那些无知的杠精呢是有质量的区别。他是从骨子里面厌恶做一个中国人。虽然我老公他不是中国人，那又怎么样呢？只不过我又多找了一个人跟我一起爱我们的国家，有什么问题呢？那些指责我嫁给外国人的人，我想问一下，你们在这个国家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你的爱国体现在哪里？我和我老公从来不喊口号，只会用行动来证明。失控了啊！不聊这些人了。这次我邀请了大龙更多的姐姐来参与到秀他们的民族服装。这个是四姐啊，四姐是个人民教师。男宾那边呢，还是一如往常的无聊。在沙特阿拉伯人家里啊，端茶送水的这个事情呢，都是他们家里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去做的。女宾那边是大哥的老四，男宾这边是大哥的老二。大哥一共生了5个孩子，3个女儿2个儿子。大哥才40多岁就已经有5个孩子，而且老大是在6月份结婚。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花布啊，在斋月的时候，中东地区很多地方都会用这个布来做装饰。但是这个布最早的起源是从埃及过来的。你们看看沙特人做过饭，他们的装备是什么样子的？这么大的一口锅，就是为了做他们特色羊肉饭的。
下一个视频我会把他们做的美食分享给大家看，还有就是我用科技手段来重现一下大龙哥哥的婚礼。好了，散会。